云香，整个连生坊怎么就你一人？苏明玉带着柯梦兰去督察贡部了，金兄带着天狐和孩子们重新收拾一下老宅子，准备重新开善堂。你为何从来都对我不闻不问？啊？怎么了？我要问什么？我每日去了哪里，见了何人，你从不关心。你不想说，自然有你的道理。你想说的，我不用问。我明白，这段时间我可能有些心烦意乱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啊！我没有生气，这个时候我怎么会给你添乱呢？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结阴案的事情。起初，我本想去巡些押传官兵的家眷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事先谋划、监守自盗的迹象。他们的家属应该都被官府看押了吧？那可未必。一标官兵30几人，亲眷至少也有上百人，有1、2个漏网之鱼也在情理之中。你找到其中一个？不是，我得知有个官兵的弟弟曾因偷鸡摸狗进过大牢，这回听说官府又要拿人，便吓得先躲了起来。他们这些毛贼平日都是藏在竹山街藏身消隐，我虽未找到此人，但却无意得知另一消息。是什么？这个张银匠被夜宵雇去容银。啊，多谢，多谢。他做活细，你别催他，也别对他动粗啊。行了，回屋吧，赶完就回来了。那蒙面人名为原野，是夜宵的心腹。这条线索应该足够帮公子香展开追查了吧？我担心他对我起疑，但愿还能蒙混一次。这几天我必须在他身边，你切莫。姐姐放心，我就不轻举妄动。竹山街那些专替毛贼销赃容银的银匠，1夜之内全部被人雇走了。可知雇去了哪里？还未打探到。哦，你带来的这个消息至关重要，它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是对的。谢谢。也是为我自己。看你忧心，我也不安。你把眼睛闭上。为何？听话。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就想这样待一会儿。听金兄说，你之前的那根簪子断了，今后
带这个。簪子的事情，我只是随口和老金说过。你要记得，以后对我说，那些关于你的过去，我不曾经过的，我都想知道。